大家好，这里是加拿大101，一个宋诗新语的新频道啊。因为原频道呢只做科普类内容了，所以其他内容都放到了新频道里边。今天我们来聊聊加拿大数字游民这个话题啊。数字游民是指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远程工作的人群。你比如 YouTuber， 我觉得大部分 YouTuber 都属于数字游民啊。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许多工作呢实际上不再需要固定在办公室里完成可以通过网络在任何地方远程进行，是吧？这使得一些人呢有了数字游民这种生活方式。近些年一些国家都在积极的吸引数字游民比如巴巴多斯西班牙和直布罗陀有些国家针对数字游民呢就提供了签证的优惠。那这些国家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数字游民前来工作居住，因为数字游民通常收入比较高，更能为当地经济带来一定效益就是消费嘛。具体来说爱沙尼亚推出了数字游民计划允许外国人申请数字居民身份这个计划呢允许数字游民呢在爱沙尼亚居住和工作，享受该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和电子政府服务。葡萄牙呢在吸引数字游民方面也取得一定成功提供了一种名为数字居民的签证，允许外国数字游民在葡萄牙生活工作。那克罗地亚也推出了数字游民签证，吸引全世界的这个远程工作者和数字游民前来居住和工作。那比较夺人眼球的呢是巴巴多斯推出的12个月巴巴多斯签证，允许数字移民在岛国居住和工作，享受美丽的这种度假胜地。加勒比的小国格林纳达也推出过类似的签证计划吸引的数字游民呢前往享受这个加勒比海的这个美丽，是吧？我的朋友老范讲故事他们刚刚结束了在泰国的一期泰国的数字游民的培训泰国呢也提出了这个智慧签证计划，允许数字游民呢在泰国居住和工作。所以这个计划呢它旨在吸引具有高技能的这种远程工作者。风光秀丽的瑞士Switzerland 也推出了一个名为数字游民的签证允许数字游民呢在瑞士居住和工作。加拿大最近也宣布了一项吸引高科技人才的新政策，在今年6月份加拿大公布了首个高科技人才战略。该战略呢包括拥有美国 H-1B 专业工作签证的高科技工作者提供便利。从7月16号开始这些 H-1B 的签证持有人和他家属呢可以申请到加拿大最长3年的开放式工作签证，在加拿大工作不受单一雇主限制。所以这个目的呢就是吸引更多的在美国的高科技专业人才呢来加拿大工作。此外呢加拿大还计划在国际流动这个项目下呢增设创新类别为关键科技职业的高专人才呢提供长达5年的开放式工作签证。加拿大还将优化现有的全球技能策略和创业签证计划，以吸引更多的科技人才。当然如果你想以数字游民的身份来加拿大短期工作需要申请加拿大的访问签证。申请时候呢需要证明远程工作不会抢占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的就业机会。如果你来自免签国家呢可以申请电子旅游的许可。加拿大边境有权决定数字游民可以在加拿大的停留时间。如果你获得了边检批准就可以在加拿大从事远程的工作，无需加拿大的工作许可。这与普通旅游签证的主要区别在于呢，需要在申请时期申请的时候明确表示是有远程工作意向的。根据当地的加拿大移民规则数字游民只需要访问者身份，最多可以在加拿大停留6个月，同时为外国雇主远程工作。移民部表示呢，在未来几个月呢，他们将与公共和私营的合作伙伴合作呢，以确定是否需要额外的政策来吸引数字游民。移民部估计一些最初进入加拿大远程工作的数字游民呢，他最终可能会决定在加拿大寻找工作机会。如果收到加拿大公司的工作机会呢，他们可以通过申请临时工作签证甚至申请加拿大的永久居民身份，把他们的技能带给加拿大的这个雇主。加拿大政府呢还没有公布申请过程的这个太多信息那么你的申请呢需要披露信息以说服这个官员，就是你的远程工作不会被移民和难民保护条例中对工作的定义所涵盖。什么定义呢？工作是指为工资或佣金进行的活动，或与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在加拿大劳动力市场的活动直接竞争的活动，这叫工作。本质上数字游民或者国内的工作者需要证明他们的远程工作不会夺走
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的机会。那标准的申请的这个必备文件呢，也会包含在这个申请中，比如你的财力证明啊，你开始怎么养活自己，对吧？另一方面，如果你来自免签国家，你可以申请这个电子旅行签证。那符合条件的 ETA 申请人啊，会披露他们打算为雇主远程工作的这个意向。所以在这两种情况下，加拿大的边境服务局呢，在加拿大的边境入境点就会做出决定，并有权决定您可以在加拿大停留的时间。如果边境服务局批准你入境，你就可以在加拿大远程工作，而无需获得加拿大的工作许可证。未来呢，可能会有更多的数字游民选择在加拿大停留更长时间。加拿大政府呢，可以考虑制定更加便利的政策，比如为数字游民提供1年期的专门签证，允许他们在加拿大合法停留更长时间，或者呢，提供一定的税收优惠措施鼓励数字游民在加拿大消费并创造这个经济效益。加拿大呢，也应该加强对数字游民的服务，在签证申请、居留权益这一方面呢，提供更多的便利和帮助。这将有利于吸引更多的数字游民来加拿大工作生活。好的，这里是加拿大101一个宋说新语的新频道专注于加拿大政府移民政策的解读和加拿大的生活移民内容等等。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呢，请关注并打开小铃铛，以便及时收看我们的信息。好的，今天和大家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